好，我们今天接着来整些轻松愉快的存档锐评。因为最近实在没有空，没有时间来拯救这些存档，所以我就不收太多硬币了。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搞一个志愿币益智，40万粉丝只要投6000硬币就可以了。我会保证下一期视频也不发充电。其实我是很想把存档锐评放到充电里的，但是考虑大家都很喜欢看啊，就尽量用爱发电了。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法国啊。上一期刚救了一个红法，这边又来一个红法的存档。光看这个地图还真不知道是怎么打成这样的，这个属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先看一下档主怎么说的吧。形势一片大好，孤军深入意大利腹地，有足足20个师，不过被德国人包围了而已。好在不缺补给，可以继续打。但是德军不讲武德，绕过我那些被包围的师，直接进军本土，然后就从马奇诺借兵，然后马奇诺也守不住了。根据档主的描述，我捋了一捋，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也就是说，法国人长驱直入一路打到了佛罗伦萨，然后北边漏了，把德军全部漏进去了，然后就从马奇诺调兵来堵这个口子，结果越堵越堵不上，还被包了。被包了之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了。但是法国人觉得优势在我。首先这个存档让我比较意外的是，这个法国居然是有阵营的，他是这个法国同盟的。一般我们都是这个时候赶紧加苏联的阵营，让苏联来救我们但是他现在加不了了，因为他这个阵营里面有人已经投降了，我们想把阵营解散都解散不了。再过来看一眼苏联，其实苏联的情况也不太好，已经在打基辅保卫战了，这才41年10月啊。然后就是法国境内的问题，这个占领地区并不是德国占领的，反而是一个法兰西国。我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也就是说，这位玩家走红线走慢了，在德国索要苏台德的时候选择了拉捷克进阵营。其实拉捷克的话是很亏的一件事，毕竟你根本就救不了捷克，但是确实能恶心到德国啊。在此之后他又点着摧毁反革命，导致自己又打了一场内战。不过这个内战是一个小内战，还能给我们消除 debuff， 所以怎么样都是赚的。而且这个内战只会爆在法国的北边，他肯定是解决内战的。但是解决内战之后因为已经在作战中了，所以是不会结束的。当敌军打进国境之后就反而成了这个黑色法国的领土了。事情理顺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法军现状，确实是有一点优势在我因为意大利是相当脆弱的，只要我们能冲到罗马，就可以让这个墨索里尼下台，下台之后就是内战了。内战如果地爆的比较好的话，大概率能把这个德军全部围在意大利境内。不过按照南方王国一般会出现在北方的定律，我们的傀儡国还是会爆在下面。虽然法军现在已经没人力了，但我觉得还是可以试一试，集中意大利境内所有部队全部往这个罗马冲，只要冲到了就有机会。这种打法应该是劣势换家吧，主打一个拼一枪只要拼赢了就能翻。当然我们还有一手中策，就是直接回家，毕竟这边还有个港口我们现在把部队全部从这个直布罗陀运回去的话应该也来得及。毕竟我们有这个卢瓦尔河我们可以搞一个反向卢瓦尔河防线，毕竟法国的这个核心区都在北边，只要能把北边这一块守下来，我们还是能反击的。如果说下策的话也有，就是一半部队冲罗马，一半部队回家，这样的话我们很可能家也守不住，罗马也没冲下来，直接记了。好，出谋划策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玩家操作方面具体有哪些问题。首先第一点你这个军团怎么没有元帅呢？你这样少吃很多 buff 然后就是划线了，可能这位玩家不会手操，但是你要及时把这个新的线给它补上比如我们已经前进到敌军境内了，多了几条新线，我们都得给它标出来，不然的话部队是不会动的。再来检查一下我们的后勤，缺了25000条枪，但是有4000门火炮。那我们其实也不缺装备，只要把步兵师全部换成炮兵师就可以了。而且库存里面还有至关重要的500门防空炮和2000个支援装备。也就是说，我们就算把部队拉回家，也是可以重新整编成有防守能力的部队。然后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它前线的编制这些编制很明显都是开局给的开局的9摩托，然后这个带骷髅标志的编制是9步1轻坦，这个就有点弱了。
它这个轻坦用的是 FCM36，我们来看一下 FCM36的设计，还是一个改进型轻型坦克，价值14.7块啊，只能说有点毫无人性了。这个坦克也太金贵了，65装甲厚度的轻坦，你搁这冒充轻坦是吧？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给自己上设计伤啊？明明这个设计伤都已经3级了，上了的话 buff 还会高一点。然后就是这个克里斯蒂悬挂了，你不仅给自己叠了很厚的甲，你还要给自己来一个高移速。总之是把这个造价完完全全浪费了啊！这一辆坦克你能吃4块钱的回扣。我刚准备说这个轻坦该怎么改，突然发现还有高手，怎么还有一个 S35啊？17块钱的 S35看一眼。只能说他吃回扣的手法肯定是有的，他给自己装了一个中型榴弹炮，却又装了一个转接器啊，这个就逆大天了。你总共才20点穿身，你还给自己加10%是吧？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配件一般都是给坦肩装的，但是坦肩也用不到，因为坦肩它本身的穿身就已经够了，除非是就差那么一点点能穿的时候才用。但是啊，我们榴弹坦装这个我实在没想通。然后就是无脑叠105可靠性了，可靠性一般80就够了，真没必要搞这个柳离杆啊，你还不如搞克里斯蒂悬挂呢。好了，锐评就先到这儿，我们帮它简单调整一下。首先是把这个转接器去掉，然后弹药架去掉，烟雾发生器去掉，无线电去掉，柳离杆换回台式车悬挂啊，就已经13块了，但是我们这个数据啊基本上没怎么变。然后就是把引擎稍微减一减，你叠甲可以，但你别叠引擎啊，我们只要4000米就够了，这个都是浪费钱了。然后一般叠甲的话，可以点一个倾斜装甲，虽然会涨那么一点钱，但是这个甲就赚了很多。很高的装甲厚度会给我们安全感，但是 AI 的穿身一般也就20-30，所以只要超过它就可以了，没必要叠的特别多。总之，为了省钱，我们肯定是用这个铆接装甲的，焊接装甲还是用不起啊。然后稍微减一点，或者把这个去掉，差不多就这样吧。不过这样的坦克很难得到量产，毕竟史密斯专员的那一份已经被我们扣下了。然后再来顺便说一下这个轻坦啊，我不太理解它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转接器，大概改动方式和我们改中坦差不多。一般我们有中坦就不到轻坦了，所以就不多说了，还是那么改一下。轻坦主要是用不了这个中坦的炮啊，这个就很鸡肋了。至于最后的飞机方面，我们就简单瞟一眼啊，它这个每个月只能产几架的，我估计也是什么神仙作品了。首先战略轰炸机这个我们一般不用，因为把对面工厂炸坏了并影响不到多少，除非你有大量的战略轰炸机。然后战术轰炸机，你的对地是不是有点太低了？看一下它对地一共多少啊？对地12点，正常我们一架近地能对地20多点的。关于飞机的设计 ，B 站有很多好的教程，我就不在这边多说了。正常我们都是在步兵完全无敌的情况下才开始玩飞机，或者你就不玩步兵，只玩飞机。好，时间还有剩，我们再来讲一个波兰。这个波兰是走的黑线啊，居然和德国先打起来了，然后头上还冒着一个红标啊，苏联正在正当化。非常普通的波兰新手，老老实实点国策，想尝试吃掉赫尼斯堡，然后蹲到局势明朗，再造波兰。造枪造炮造中防空，结果一开战发现坑挖好的步兵师顶不住德军2个师夹攻啊，那不就没了吗？大概知道当主的问题了，就是为什么我一个中防空师顶不住德军2个师啊？不用想，我们先看这个空军界面啊，上来就是22点对敌伤害，那你肯定顶不住啊。39年一人硬扛德国，必然是要被斯图卡给炸烂的。简单检查一下波兰的部队：36个小步炮，12个步炮带中防空，然后其余都是送的。你就12个步炮中防空，你拿什么和德国打？而且你这个宽度没拉满啊，你要么30宽，要么35、36宽，不要搞32啊，很容易挤不进去。我突然又有点好奇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32宽呢？35它不香吗？再来一个炮不就行了？可能大家就缺那么一点炮吧。不过现在是能换上的，但是换上了也没用，因为这个波兰基本上记了。找了一下他这个中防空部队，他压根就没在正面啊，他怎么全在苏联边境上面？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吧，至少我们的中防空没有被围在中间啊，围在中间这个时候还不太好出来。
现在这里面的部队都是杂牌军，还是可以放弃的。现在这个局面也不是特别崩盘，接下来想要防守的话，方法也很多啊。首先是这个苏联问题啊，苏联正在正当化，我们看一下它正当化的是哪？它正当化的是斯坦尼斯瓦沃夫，也就是波兰下面这块啊，这边是乌克兰的地，我们可以直接给它放出来。放的话也可以选择，如果你想放空气墙就不勾傀儡国，如果你舍不得这块地就可以勾一下。那我们放出来之后啊，这个苏联的正当化就消失了啊，就没了。不过按照苏联 AI 的特性啊，它大概率还会再正当化一下你北边的白俄罗斯，所以还是可能会打的。当然不放这块地也可以，我们直接开始组华沙防御圈。现在把中防空师全部调回来，沿河守的话还是能守住的，只不过这个华沙有点危险了，得先找将领开强手了。防御圈的要求不高，大概只要守住华沙以及一条铁路通向国外就行了。有铁路通向国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贸易来买到资源，能继续造我们的枪。只要能造枪，我们还是能单人反击的，不然就只能依靠 AI 了。如果同时被苏德两家一起打的话，那我们就把部队集中到凯尔采这边来。这个位置有卡托维兹和格莱维兹啊，这边都是有很多钢的，就算我们买不到资源，也可以抢这边的资源。至于法国和英国什么时候能来救你，那就随缘了。我觉得应该是救不到的，还是得靠自己啊。反正波兰有最强国策，人事已尽，天命难违。只要能守住华沙，再打下西里西亚这一片，我们就能翻。最后来看一下这位玩家的中防空啊，中防空设计的还行，但是没必要贴这个装甲裙板，也没必要装什么重机枪和弹药架，这样的话还能便宜一点，而且可靠性更高。如果为了叠甲的话，可以再额外加一个倾斜装甲。还发现它居然用的还是单纯元炮塔啊，可以改成轻型的，也能省一点钱。这样差不多就设计好了。不过这版本不推荐玩中防空啊，我们还是尽量玩这个机枪坦，防空一个防空炮就够了。